你对读心术这个话题感兴趣吗？你会面对一个人刻意斟酌对方的话吗？你会希望能猜到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吗？你会渴望一个眼神就能懂得爱情吗？我们总是对看透别人的心思充满了执念，市场上呢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技术指南，似乎只要我们能够看穿人心，就能在人际场当中游刃有余。问题是，真的有读心术的存在吗？我们不妨先看一匹马的故事。1904年的柏林，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养了一匹聪明的马，名叫汉斯。这个马呢，能听懂德语，会做加减乘除，甚至分数换算。怎么做呢？比方说，你问他3乘4等于几，他就会用马蹄在地上敲12下。当时的报纸大量报道，人们开始探讨这个动物是不是也可以像人一样进行逻辑思考。为了验证真伪，1907年，柏林心理学研究所派出了心理学家奥斯卡·韦斯特，牵头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韦斯特设计了一个严密的双盲测试，他把测试呢就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环境。第一种呢是提问者知道答案，而且马呢能够看到提问者。第二呢是提问者不知道答案，马也能看到提问者。第三种是提问者知道答案，但给马戴上了眼罩。测试的数据很快就揭示了真相。当提问者本人不知道答案，或者汉斯被蒙上眼睛的时候，这匹天才神马就立刻失去了它的神力。原来汉斯是可以捕捉到人类的微小动作。当提问者抛出一个数学题，比方说5+5，那么随着马蹄敲击到第9下、第10下的时候，提问者的身体呢会因为接近正确答案而产生一种微小的无意识的变化，比方说呼吸或者是体态的变化。而汉斯可以灵敏地捕捉到提问者的变化来停止敲击。连一匹马都能读懂一个人的身体语言，何况是人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用话术把自己藏得很完美，但我们的身体非常诚实，诉说着自己的秘密。这个现象在科学上叫做观念运动效应。早在1852年，英国心理学家威廉·卡彭特就提出这个概念，后来在1992年被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雷海曼进一步完善。观念运动效应就说人类的大脑在产生某种强烈预期的时候，会自动指挥相关的肌肉群产生微小和无意识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在看影视剧当中常见什么玩笔仙或者寻找水源的占卜杖，背后的真相就在于此。当一群人把手放在碟子上，心里面就强烈期待碟子会移动到某个字上的时候，他们手臂上的微肌肉群就会在潜意识的驱动之下发生非常小幅度的收缩，而这么多微收缩汇聚在一起就产生了推动碟子的力量。当事人自身完全感受不到自己发了力，但反而会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外部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原来那些所谓的街头算命大师，或者号称能读懂你前生今世的通灵者，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用神秘学。当你坐在他们面前，他们抛出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然后去读取你潜意识指挥下做出的微观动作，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要思考，因为你的这些瞳孔变化、肩膀变化会被对方的身体捕捉到，并读懂了你的秘密。因此，既然我们的身体如此诚实，又会表达内心，我们又能捕捉到别人的微小变化，那为什么我们还会产生那么深的误解呢？因为人类的文明史很大程度就是一部试图用强权和偏见去强行读取同类人类的历史。当我们丧失了对客观事实的敬畏之心，读心术就变成了一种傲慢的审判。中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法官认为水是纯净的介质，会自动排斥掉邪恶的灵魂，他们就把涉嫌施行巫术的妇女捆绑起来扔到深水当中。假如嫌疑人沉入水底甚至溺毙，就代表着他内心纯洁，水接纳了他；倘若嫌疑人浮在水面之上，就证实他内心肮脏，被水排斥，等待着将是火刑。这套逻辑背后隐藏着正式偏差。审判官就先预设一个立场，然后强行的用漂浮现象来印证自己的主观偏见。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读懂就变成了给弱者定罪的工具。
我们看今天很多家庭职场的关系当中，仍然能发现这种中世纪审判的影子。掌握主导权的一方经常用自身的猜忌去强行解释弱势一方的任何行为。伴侣不说话，你是冷暴力；员工不表态，那你就是不忠诚。一旦预设了结论，对方不管做什么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因此，真正的读心是必须剥离掉语言和情绪的表象的。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布莱切利园的密码学家戈登·韦尔奇曼面对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时候，实在是难以破译，于是他放弃了破译具体的电报文字，建立了一套流量分析。那么情报人员就每天坐在房间当中，仅仅记录德军各个无线电台的呼号、发报的频次、信号的强度和发报的具体时段。韦尔奇曼的团队对德军在电报当中讨论内容当然是不知道的，但他们发现，一旦某个装甲师的电台发报频次几何程度的异常增长的时候，或者两个平时没有交集的电台开始频繁的建立连接，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即将发起重大的军事行动。你看，剥离了语言的伪装，只看行为的模式和频次，意图就可以暴露无遗。换句话说，人的行为远比语言诚实。到了冷战时期，这种思路被政治和战争利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196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写了一份名为库巴克的反间谍审讯手册，这是一个内部教学文件。这份手册当中并没有肉体伤害的一些手段，它的核心策略就聚焦在改变环境。审讯官会剥夺受审者的感官刺激，把他们关押在没有声音、光线、温度恒定的密室当中，彻底打乱他们的昼夜节奏和时间感知。当一个人丧失了对外部环境的预期，心理防御会全面崩溃。这个时候，审讯官只要提供一个微小的环境变化，比方说给你一杯热咖啡，或者就说一句日常的问候语，那么受审者就会出于求生欲交出机密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完全看不透一个人，是因为他一直处在对方熟悉的舒适区内。一旦到了某个陌生的环境，他的情绪反应就会自然流露。那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常常以为只要不说话、没有表情扑克脸，那么心思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但是科学界早就用观测数据推翻了这种错觉，心理活动在我们的生理系统上会留下烙印。我们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对同类产生共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可·亚利波利团队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就进行了一项长期的观测。那么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躺在扫描仪当中，观看屏幕当中其他人经历痛苦的画面，比方说用一根针刺入别人的手背。那么数据显示，当参与者仅只是看到别人受伤的时候，自己大脑当中的痛觉处理区域，包括前扣带回皮层和前脑岛，都呈现出高强度的活跃状态。参与者的大脑在生物学层面上，它会复制屏幕当中那个人的痛觉反应。这个就是著名的镜像神经元的系统，它向我们证实了同理心是一种人类本能的生理反射。那么既然情绪可以在脑神经当中引发具体的血流变化，那么更复杂的画面和念头能不能被直接看见呢？20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克·加兰特实验室给出了答案。研究人员同样利用核磁共振仪器记录受试者观看好莱坞电影预告片时的大脑血流含氧量的变化。随后，研究人员将这些海量的生理参数输入到计算机的模型当中，和数以千万的随机视频库进行对比和解码，最终就发现，计算机单凭受试者大脑的血流分布数据，就在屏幕上可以重构出受试者当时看到的影像。虽然说画面有一些模糊，但人物的轮廓、运动的轨迹，甚至色块的分布和原版电影高度吻合。这个实验就发现了，人类的记忆、意识在脑海当中有对应的活动，只要算力和观测模型足够强大，
那么提取他人内在视觉画面就已经成了现实，思想变成了可以被解码的生物学电信号和血液流向。那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当然没有这么高级的机器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在漫长的进化当中，早就已经演化出了一套生理雷达。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克哈德·赫斯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在研究人类认知负荷的时候，关注到一个非常微小但没有办法作伪的器官——人类的瞳孔。研究人员把受试者放在一个光线完全恒定的房间当中，排除了光线变化对瞳孔的影响。接着呢，他们要求受试者进行复杂的心算，比方说17×24。那么在高清的红外摄像机的镜头之下，随着计算难度的攀升，大脑调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摄像头可以捕捉到受试者的瞳孔会发生精密的变化，比方说毫秒级的。当受试者终于得出了答案的时候，或者觉得太难了，我要放弃的瞬间，瞳孔就会出现剧烈的收缩。你发现瞳孔的开合幅度，它就像一个精密的仪表盘，会直接映射到大脑的消耗状况，它完全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而且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控制。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正尝试着跟我们撒谎，或者是算计我们的时候，不管他说的多好听，这个掩饰撒谎或者是算计别人，他需要消耗大量的脑力啊，它会必然导致对方瞳孔的这种微张。那么所谓的直觉，或者我们莫名其妙感到不对劲，就是我们的身体敏锐地感到了对方瞳孔的微小的变化，或者是微小的这种呼吸上的停滞。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中感到疲劳，正是因为理性的分析和我们的身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大脑努力分析对方说的这个动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快速去捕捉到这个对方身上的焦虑、防御。那么这两种力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相互打架，耗费我们的心神。那聊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人类注定没有办法去隐藏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在亲密关系和日常沟通当中，那究竟应该怎么样自处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试图用讲道理的方式去沟通，那为什么常常会发现对方又听不进去呢？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拆解人类的防御机制。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伴侣之间发生争执一个人这个道理说得非常好你怎么不讲理？你哪里有错？你放心，你越是有道理，变得对方无可辩驳了，另外一个人大概率不会认错道歉的，他可能会陷入沉默，没有表情。我们通常说这是一种冷暴力，或者就是你回避跟我的情感沟通，或者是逃避责任。但实际上在生理学的层面，沉默的一方已经听不见别人说话了。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斯蒂芬·波奇斯提出了多重迷走神经理论。这个迷走神经是我们人体内最长、分布最广的脑神经，它连接着大脑、心脏、肺部和整个消化器官。波奇斯就发现人类的神经系统在面对外部的环境时刻有3种不同的运转模式。我们觉得安全的时候，就是腹侧迷走神经复合体被激活。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面部肌肉会变得活跃，能够做丰富的表情。关键的是，我们中耳的肌肉会调整肌力，主动过滤掉环境当中的低频背景噪音，专门去捕捉人类说话的频率。那只有在这个系统开启的时候，人才能真正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产生共情。一旦这个环境让我们觉得威胁了，比方说对方大声指责，那我们的这种交感神经就会接管身体，进入到战斗或者是逃跑的模式，比方说心跳加速，血液涌入四周，准备应对冲突。如果这个威胁持续升级，超出了我们的应对能力，身体就会触发防御机制，这个背侧迷走神经激活，就会进入到假死的状态。就像刚才说这个伴侣吵架，如果一个人被对方用强大的逻辑指责到无可辩驳了，那么他的神经系统会判断当前这个环境很危险，就强制进入假死的状态。这个时候他面部的肌肉的血液供给量会减少，导致他的面部做不出复杂的表情，中耳肌肉的肌张力随之松弛，就失去了过滤背景噪音的能力。
那这样他听起来，伴侣呢大声的在讲道理，但是你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听不清的噪音了。如果你不能理解，你回想一下你刚刚开始学车的时候，你的这个朋友或者伴侣坐在你的副驾驶上大声嚷嚷，你这个方向盘往左打呀，你看路啊，哎，你怎么被别人卡塞了，你怎么开的车？你发现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觉得哎，你好吵，你给我闭嘴，一样的机理。那么人类的这个防御机制啊，真的很有趣。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的爱荷华赌博实验吗？就是说这个受试者坐在桌前，这个面前放着4副扑克牌，你每次抽牌都能赢钱或者输。那么受试者不知道的是呢，其中2副牌被定义成了高风险的毒牌，你只要一直抽这2副牌，你最终会吃亏。那么受试者的手上连接了可以测量这个皮肤电脑反应的仪器，就是可以测他的出汗。那么根据数值显示，当他们抽到第10张牌左右的时候，只要他们手伸向了高风险的牌，手心就开始出汗。那么受试者随后就会下意识地回避这2副牌，直到他们抽到第50张牌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他的理性层面发现，这2副牌容易亏。这就是达马西奥提出的去体标记假说。也许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直觉。我们现代科学呢，特别擅长把人拆解成精密的零件，去捕捉一个人的瞳孔手心的出汗，但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叫一地碎片，我们看不清全貌。让我们回溯到几千年前的东方，看看古代的医者和哲人是怎么样通过一套完整的系统来完成读心的。那个时候呢，当然没有精密的电子仪器了。那么中医的经典书籍《难经》就提出了一套通过手腕的寸关尺来感知脉象的系统。古人讲究脉象的浮沉迟数，现代临床医学呢对心率变异率，也就是 HRV 的研究，印证了脉象背后的生理学依据。这个心率变异率测量的是连续心跳之间时间间隔的微小波动，它反映了人体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调节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当中的平衡。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的防御状态，内心充满了恐惧或者算计的话，他的这个心率变异率会显著降低，身体就会失去调节节律的这种弹性。古人指尖能够触碰到的是这种血液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当中产生的压力波形，那么这就是一个人情绪的显影。你会发现情绪不仅记录在血液的波形当中，还黏黏在我们的肌肉和筋膜上。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员海伦·兰格文在2001年利用高频超声成像技术对人体的结缔组织做了一次深度扫描，他就发现呢，中医针灸体系当中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穴位，在解剖学当中高度集中在人体的筋膜结缔组织的交汇之处。一个人在经历长期的心理创伤、委屈或者是情绪压抑的时候，身体会本能的产生防御性的收缩。这种长年累月的收缩呢，会导致特定区域的筋膜张力发生改变，甚至产生永久性的结构粘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身体会有一些区域会僵硬。你看，人体的骨骼和筋膜就像是情绪的存储器。观察一个人的肢体对称性和筋膜的舒展度，就是在阅读他过往几十年的心理创伤史。你说他身体的秘密都完全暴露出来了，通过瞳孔、脉象和筋膜，根本就没有秘密吗？那我如果真的有一些信息不想透露的话，能不能防御得住呢？这当然不可能靠话术或者是一些方式来掩盖。在庄子的应帝王当中就记载过一个叫胡子的人，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厉害的防御机制。有一个神巫从齐国来到郑国，名叫季贤，他能预知人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能够预言到年月旬日，灵验如神。郑国人见到他都远远躲开，镊子见了呢，却心醉神迷，回去告诉老师呢胡丘子说，原来我以为老师的道是最高的，现在我才知道山外有山啊。胡子就说，我教你的还只是皮毛，没到实质，你就以为得到了吗？你用这点浅道和人周旋，必然暴露你自己的行迹啊，所以才会被别人看透。来，你把他请来，让我来给他看看。第二天呢，镊子就带季贤见了胡子，
季贤出来对镊子说：“哎呀，你老师快死了，活不过10天了。我看他形色怪异，像尸灰一样，毫无生机。”这个镊子进屋啊，哭得衣襟都湿了啊。想了想，还是转告给胡子。胡子说：“我刚才给他看的叫地文，叫大地沉寂之象，不动不静。他看到的是我闭塞生机的状况。那请他再来。”第2天，这个季贤又来，出来的时候就说：“万幸啊，你老师遇到我还有救了。这个死气当中啊，透出活气。哎，我看到他闭塞的生机当中开始萌动了。”这个镊子呢就转告胡子，胡子说啊，刚才我给他看的叫天壤，这叫天地交泰之象，虚名实力不入于心，生机从脚跟发动，这就是生机出动。他看到的是我好转的征兆。来，再请他来。到了第3天，这个季贤再来，出来的时候就说啊，你老师这个心神不宁，恍惚难测，我没有办法去相面，等他心神安宁了再说吧。这个镊子就转告胡子。胡子说啊，那你看刚才我给他看的是太冲末正之象，就是太虚混沌之象，他看到的是我这种阴阳平衡、气机浑融的状态。深渊有9种，我只给他看了3种，来，你再请他来。到第4天，这个季贤刚进门，还没站稳就惊慌失色，转身就逃。胡子说追上他，镊子追都追不上，回来报告，他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也追不上了。胡子就说，刚才我给他看的叫未始出物宗啊，就是本真无迹，于道合一之象。我随他变化，虚与委蛇，让他分不清我是谁，就像是草随风倒，水随波流，他没有办法揣度，所以逃跑。从此镊子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入门。回家之后3年不出门，替老婆烧火做饭，喂猪像待人一样恭敬，对一切呢都没有亲疏啊，实现这种返璞归真，手艺抱朴，指导众生。你看，原来与天地同心，没有小我的执着，自然就不害怕任何人的窥视。反过来，当我们试图去读懂别人的时候，东方哲学也给了完全不同的智慧。太极华宗旨当中就提出一个要点，叫回光。回光的是要求修行者要把向外散射的这些注意力啊，全部收回来。人之所以常常读不懂别人，是因为我们会带着偏见、恐惧和欲望去看待别人，眼睛当中就会塞满了投射的影子。我们只有把向外的能量给收回来，让内心清净无为，才会成为一面镜子，他人的心思会倒映在我们的镜面之上。那么东方古老的修习啊，主张向内看，守住心神。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大脑呢又天生害怕留白，遇到难以想象的人或者事，就会脑补啊，用想象把这些空白给填满，脑补出一出大戏。那为了能够验证人类大脑的这种强行制造意义的冲动，1944年，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和马里安·西梅尔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几何动画实验。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播放了一段只有1分半钟的简陋无声动画，动画当中没有任何人物，只有2个三角形和1个圈圈。那么在一个缺了一块的矩形周围呢移动，那客观事实就是几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在屏幕上发生位移。那么当受试者被要求描述他们看到什么时候，那么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会立刻给这些图形赋予复杂的情感和企图。有的人说，你看这个大三角形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这个欺凌者，正在追打着无辜的小圆圈，这个小三角呢是一个勇敢的保护者，在奋力反抗大三角的压迫，最后带着这个小圆圈成功逃离了这个矩形牢笼。这个人类的大脑真的是故事制造机，你就用几根线条都能脑补出英雄救美，你放到人际网络当中更是如此。同事早上没跟我们打招呼，伴侣晚上回家的时候这个关门的声音大了一点，一些中性的客观物理的行为就会被解析为敌意。当我们给别人贴上了一些标签，或者确定了某种身份关系之后，这种投射呢会变得更加厉害。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罗森汉恩在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了叫假病人实验。罗森汉恩招募了8个身心健康的普通人，有研究生，有儿科医生，还有画家，把他们派向不同的精神病院就诊，唯一的伪装就是自称我最近老是听到脑子里面有空洞的声音。
这8个人全部被顺利收治入院，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按照实验计划，你只要一旦进入到这个病房，他们呢就会立刻停止伪装，表现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而且再也不提什么听到幻听的这些情况。跟病友聊天很平静，跟医护人员打交道呢也很配合。但是呢，在长达几周的这个住院时间当中，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能识破他们的伪装。一旦精神病患的标签贴上去，这些假病人所有的正常的日常行为都会被医护人员在病历上记录成病态。比方说，这些人无聊了，在这个走廊上踱步啊，这个人家就记了叫神经质焦虑。这个假病人为了记录实验过程中写笔记、写日记啊，被护士写下来说该患者有强迫性的书写行为。甚至假病人提前半个小时去食堂门口排队吃饭，也被当成叫口欲期退行表现。这个医生和护士可以深信自己凭借专业的医学知识就读懂了患者的每一个举动，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所读到的仅仅是预设好的标签。在权力不对等的系统当中，凝视、揣测弱势一方的心思，最后都变成了傲慢与偏见。为什么人类如此的执着于试探、揣测，想看透同类呢？我不知道不行吗？这就要追溯到我们人类的本能。在危机四伏的远古环境当中，未知那就是风险。灌木丛中轻微的晃动，你不把它判定成潜伏的野兽，那你可能就很危险呀。那么进化就会把未知的恐惧烙印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意图，大脑就会把它识别成危险。为了对抗焦虑，我们大脑就会急不可耐地调动经验和偏见，解释对方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渴望看透对方，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自身匮乏，缺少安全感。原来如此。那当我们能看到这一步，就终于可以放下傲慢，去探索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深度关系了。2012年，自闭症研究学者达米安·米尔顿提出过一个理论，叫做双重同理心问题。长久以来医学界和普通大众都认为，自闭症患者之所以无法融入社会，是因为他们缺乏同理心，读不懂我们普通人的情绪。米尔顿就推翻了这个结论，他说当普通人试图去理解自闭症患者的世界的时候，同样也会表现出沟通障碍和同理心缺失。承认人类的悲欢并不完全相通，承认我们永远有无法跨越的认知鸿沟，这才是真正关系的起点。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涅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当中提出了他者的面容这一概念。涅维纳斯就认为每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都是绝对独特，而且无法被完全掌控的。当我们尝试用自己的经验想把一个人看透，试图给他贴上标签，其实就是对他人独立存在的一种抹杀。真正的共情是一种敬畏，我看着你的面容，深知你内心有一片我永远无法涉足的旷野，但我仍然愿意站在边界之外陪伴你，尊重你，作为一个完整他者的神秘和自由。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明白了这种敬畏。庄子当中记载了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为了报答混沌的款待，看到混沌没有眼耳口鼻这些感官器官就好心的决定每天帮他凿出一个窍孔。就这样凿了7天，7窍是通了，混沌却死了。我们常常扮演好心办坏事的帝王，打着关心的旗号，用各种话术和技巧试图读懂对方，往往是破坏了关系。不要再给混沌凿窍了。从今天开始，当我们面对伴侣的沉默、上司的不可理喻、孩子紧闭的房门，我们再想去猜测、试探、掌控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微小的动作。在心理治疗的格式塔流派当中，他强调把注意力带回此时此地。你可以试着把身体向后推半步，或者把后背重重地靠在这个椅背上，把原本在对对方的注意力回收到我们自己身上，
去感受到我们双脚踩在地板上的重量，去听一听自己的呼吸的声音，去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心跳，去感受自己的肩膀是不是松弛的，问问自己，我此刻到底在体验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当我们把向外耗散的能量收回到体内，你就会发现，在关系当中的内耗和疲惫忽然就会消散。我们不需要懂任何人，清空自己，自然就能看见这个世界。如果你在这次思想旅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丝卸下防备的轻松，如果你也曾经因为过度的迎合和过度猜测而伤痕累累，那希望你能把这些内容分享给那些同样在关系当中感受到疲惫的同行者，留下一条你的感悟，让我们在复杂网络当中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吧。我是牧羊，以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